總結一句話，它不便宜，但它貴在明明白白的地方；它不簡單，但它複雜的有意義。它不是把兩個功能塞在一起叫2合1的產品，而是把兩個電源系統融合在一起叫孚顯的產品。這就是它和競品的真正差距。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上期視頻我們把庫泰克這台10號電能充孚顯全面測了一遍，它的表現確實不一般。在孚顯模式下，把適配器和電池一起上陣，實現1+1等於2的融合輸出。不過測試只能說明它做得穩，真正的秘密還得看裡面。這期拆解篇我們就來揭開它的內部邏輯，孚顯模式到底是怎麼做到 AC 加 DC 協同輸出，主控是誰？功率架構走的什麼拓撲，又是怎樣的散熱布局？兄弟們，測是為了了解，猜是為真相。這次我們直接開蓋。充電寶拆解，它內部有鋰電池，有爆燃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啊！庫泰克的設計元素，背面的蓋子基本上都是打了膠的。我們把這個蓋子全部加熱一下，然後再來把它撬開。加熱以後就可以順利的撬開這個蓋子。我們卸掉折疊插腳的固定螺絲，兩個角落還有2顆隱藏的螺絲。內部整個模塊的做工設計非常的規整，需要做緩震的地方，這裡都有緩震泡棉。最底部是一塊主板，然後這裡還有一塊副板，這裡還有一塊主板。顯示屏的框架它是扣在這個板子上面的，我們可以把它拿下來。可以看到這個充電寶，它的電池是1顆、2顆、3顆電池串聯組成的。斷開電池組的正負極，然後再斷開這個電壓採集線、交流靈活線，我們也要把它斷開。溫度採集線上面貼有一張隔熱棉，卸掉螺絲，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主板把它順利的拿出來。底部這個主板還有螺絲進行固定。加厚的導熱歸置貼，卸掉固定底部主板的螺絲，我們就可以順利的拿出這一個底部的副板。內部同樣有一塊加厚的導熱歸置貼，3顆鋰電池就是固定在這個框架裡面，還有這個折疊插腳的模組也是壓在這個上面的。主板上面需要導熱的地方都貼有這種加厚的導熱貼啊，這裡還有一張。充電寶的2片主板是通過排針進行上下連接，上面這一部分為適配器，這就是相當於一個67瓦的適配器。這些藍色的散熱硅膠好像都還沒乾哦。這上面還有個連接排針，上面還有一塊散熱片，取下這個黃銅導熱片。這個適配器的板子內部全部都打了膠的，拆了半天了，終於把它卸下來了。主变压器和充電寶主板之間有隔熱棉，避免熱量竄到這邊來。先給大家展示一下我拆下來的這些模塊，然後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況。拆開這台庫泰克10號孚顯，看似只是一個充電器加充電寶的2合1，但是它內部的電路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一般意義上的2合1充電寶。它把適配器、電池、大電流升降壓、雙向口、副通道以及整個保護與調度系統全都做成了一個完整的能量網絡，不是並排堆功能，而是讓每條電源路徑都能夠互相協作、互相支援。插上牆，它就是一台適配器；拔掉，它就秒切成移動電源。開啟孚顯，它就能讓電池和適配器一起上陣推功率。這一切在你眼裡只是孚顯很穩，切換不掉電，但背後其實是一套複雜的電源調度系統在實時工作。而最有意思的，2個接口，你以為是2個 C 口，實際上每個口背後都有獨立的電源架構保護陣列，還有為無縫切換而設計的隱藏機關。真正讓這台機器不是簡單的2合1的東西，就藏在這些地方。
接下來我會一段段拆開講，答案都在後面的電路裡。首先是充電寶的適配器部分，它負責把交流電轉換成整個系統的 DC 母線，是整機重要的電源入口。EMI 部分，東莞貝特電子 3.15 安塑封慢熔保險絲做過流保護。貝特電子2003年成立，專注中高端電子電力保護元件研發。緊接着是常州新晴電子綠色 NTC 熱敏電阻，負責抑制上電浪湧。新晴電子1986年成立，專注於電子保護元件的研發與生產。一顆迷你繞線式共膜電感。與廣東速溶電容器的 X2 安規電容 0.1 微法310伏，這兩者構成 EMI 濾波核心。廣東速溶2019年成立，專注電子元器件製造、電容技術研發。整流部分使用重慶評委實業的 TBMR 810貼片式整流橋，8安1000伏，負責把 AC 全波整流成脈動 DC。評委實業2007年成立，主營分力及功率器件。香港東家電子3顆 KZM 系列400伏高壓電解電容，3顆總容量為69微法，搭配中間一顆環形插膜電感，共同抑制紋波與高頻噪聲。東家電子1984年成立，專注固態與鋁電解電容。適配器的主控芯片是一顆來自上海藍星科技的 SC3107C。高集成度氮化鎵高壓反擊控制芯片，這一顆和風芯片集成度非常的高，把原本需要多顆 IC 的電源前端做得非常緊湊。藍星科技2015年成立，專注模擬和嵌入式芯片設計企業。次級部分使用一顆定制的 MOS， 適應型號為 SDA-CQ 做同步整流。輸出濾波由香港東家的330微法 KW 系列固態電容負責，低阻抗，穩定性好。兩顆重慶萬國半導體的 7534N NMOS。和兩顆4423P PMOS 分別承擔輸出路徑控制、防反灌與軟切換功能，保障 C1 和 C2 後級不會受到高壓母線的反向衝擊。重慶萬國2016年由美國萬代集團與重慶政府基金合資成立，專注功率半導體設計製造。適配器部分是整個系統的電力入口，真正讓它能拔掉強插也不斷電的秘密還在後面的電池系統與雙向升降壓部分。進入內部核心，我們先看這台富顯的能量艙3串18650的電池包，電芯來自長鴻三節新能源，本機使用的是3顆 INR 18650-30000，單顆容量3000毫安時，3串設計讓整包具有高電壓與更好的峰值輸出能力。三節新能源2014年成立，屬於長鴻集團旗下的鋰電公司，主打圓柱形與動力型電芯。電池保護 IC來自深圳創新微微電子的 CM1332-DAT， 這個 IC 負責整個電池包的過充、過放、過流與短路保護。創新微2012年成立，專注鋰電保護與電池管理芯片。電池保護 MOS 採用的是重慶萬國半導體的6512A， 這個 MOS 負責把保護指令真正執行到電池回路中，實現硬件切斷。這裡順便說一句，萬國出品的 MOS 參數跟萬代的是一樣的。萬國官網沒有查到資料的，我們就用萬代的資料代替。電流採樣使用2顆白色的 R005 貼片電阻，用以提供精確的電流信息輸送給電池保護芯片。3顆思應 3N 的3極管，加上思應1000的電阻，組成3路均衡電路，負責3顆電芯的電壓平衡。這是3串電池穩定性的關鍵。這一套保護體系看下來，電池保護、均衡、電流採樣都做得完整。後面無論負載怎麼跳電壓，富顯模式怎麼合流，都不會把電池拖死。但電池只是基礎，真正讓系統智能的是後面那一整套控制與調度核心。這一台酷耐克10號富顯的智能程度來自這一章節的控制系統，這一顆就是核心 MSU， 來自南京慶恆微電子的 CH32V303 系列，是整機的大腦，負責電量計算、溫度讀取、顯示驅動以及最關鍵的電源路徑切換。慶恆微2004年成立，專注於連接技術和微處理內核集成電路設計。另外一顆協議 MSU 來自韓國現代單片機，型號為 94P830KUN。這一顆 MSU 用於協議解析及多口輸出管理。現代單片機2006年成立，專注於微控制器設計與生產的半導體公司。電源部分使用杭州西力捷半導體的 SY7302。與 SY8301 做系統級降壓供電，這2顆 DC-DC 負責給 MSU、屏幕、傳感器等低壓系統供電。杭州西力捷2008年成立，專注於模擬芯片設計與製造。LDO 使用蘇州施銳普微電子的 LP720，
用於對噪聲敏感的電子系統供電，比如協議 MCU 和主控 MCU。思睿普2012年成立，專注於高速、高精度、低功耗、低噪聲的模擬芯片。复位芯片為北京盛邦微電子出品的 SGM802，負責保證 MCU 上電時邏輯正確。盛邦微2007年成立，專注信號鏈與電源管理芯片設計。電流檢測芯片為蘇州思睿普 TP181，它負責把採樣電阻2005、2008、2010的微小壓差放大，讓 MCU 精確讀取當前的輸入輸出電流，形成完整的系統調度閉環。此外，這裡還有一顆上海維爾半導體的 WAS722Q 雙刀雙字模擬開關，它負責把充電寶主控 MCU 的控制信號和各路檢測信號切到正確的電源路徑上。上海維爾半導體2007年成立，主營業務涵蓋半導體產品設計與分銷。這一整套控制層讓Fusion擁有了什麼時候用電池、什麼時候用適配器、什麼時候兩個一起上的能力。它們的組合是接下來 C1 雙向、C2 單向兩條電源通路的大腦與指揮官。C1 口是這台 Fusion 的核心主力，它既能輸入也能輸出，還承擔 Fusion 模式的全部大功率。這一通道的升降壓主控用的是上海蓝星科技的 SC8815，一顆典型的4開關管升降壓控制器，它能對接適配器，也可以驅動電池，並在升壓與降壓之間無縫切換。功率級由重慶萬國半導體的4顆6354N NMOS 開關管組成全橋拓撲，配合一顆2.2微亨的合金電感，實現高效率、高動態響應的升降壓。在電池端有10顆 MLCC 做大電流濾波，還有一顆 R005 負責電流採樣，並使用2顆萬國半導體的4423P PMOS 做電池高變開關，實現對電池端的全線控制、防反灌與軟切換。這是它能拔掉適配器不斷電的關鍵之一。在適配器的輸入側，兆慶綠寶石電子的560微法25伏固態電容以及6顆 MLCC 構成緩衝濾波網絡。綠寶石電子2004年成立，專注鋁電解、導電高分子固態及超級電容器研發。這裡一顆 R008 做母線電流採樣，2組適應 KN 的 MOS 加適應511的3級電阻，構成多級保護單元，負責熱拔插、電壓切換與過流響應，並且採用4顆4423P 的 PMOS 兩串聯構成高壓雙向理想開關陣列。這4個 MOS 都是來自重慶萬國。簡單講，雙向理想開關陣列就是整機的電源鍘刀。想讓適配器和電池怎麼合流、什麼時候切換、怎麼避免反灌，都是靠它把電源路徑精準的接上或者切掉。這是一個非常強的設計，負責模式切換、防反灌以及Fusion模式大電流輸出的末端控制。C1 口輸出端採用 R005 電阻做電流採樣，加上一顆順泰2極管做大電流防護。這一整套 C1 雙向電源鏈就是咱們測試裡能看到切換穩、Fusion模式爆發力強的真正底氣。C2 口屬於單路輸出，但設計同樣規矩，甚至有部分與 C1 口一致。核心的降壓控制芯片採用上海蓝星的 SC8726 降壓控制器，專門負責電池或適配器母線到 C2 口的單向輸出。它搭配一顆10微亨的合金電感與多顆 MLCC， 實現對手機等輕載設備的穩定供電。電池側濾波使用的是香港東家電子的220微法16伏固態加2顆 MLCC， 適配器部分則是使用東家100微法25伏固態加上這一排 MLCC 進行輸入濾波。2010做降壓路徑的電流採樣，適配器母線輸入端依舊使用4顆4423P PMOS 開關管兩串聯作為高邊理想開關，避免與 C1 口電路互相影響。一組適應 KN 的 MOS 加適應511的3級電阻，提供軟切換、熱拔插和過流控制，確保 C2 口在Fusion模式提升功率時也能穩定的切入適配器母線。輸出端採用3顆 MLCC 做濾波，並且使用2顆萬國的4423P PMOS 串聯管理最終 V80 輸出。同樣的，這一個充電口也是配置有順泰1至2極管做大電流防護。C2 口默認是22瓦，但在Fusion模式下可以升至約65瓦。它能升級的原因不是協議切換，而是這一套 PMOS 矩陣與多重保護單元，讓它能被母線系統授權接入主功率通道。從工程師視角來看這台酷泰克10號Fusion，你會發現它最大的特點不是單點性能，而是整機的電源體系的複雜度。
市面上絕大多數所謂的2合一，其實只是把適配器和電池升壓模塊擺在一起，結構簡單，成本也低。但是這一台庫萊克的做法完全不是一條路，它把適配器、電池雙向全橋、降壓副路、多路 MOS 的陣列、多重保護單元全部串成一套動態電源網絡，插上 AC 是一套邏輯，拔掉 AC 又是一套邏輯，浮顯模式融合在一起，更是一套全新的能量河流架構，複雜度遠超同價位的產品，也直接反映在它的表現上 ，PPS 穩、切換穩、雙口聯動也穩，這些穩定性不是簡單的堆料能做到的。然後就是性價比，同價位很多品牌給你的只是功能堆疊，比如喊2合一，給2個口，再給個伸縮線，但背後都是統一的升壓模塊在硬撐，壓力一大，不是掉壓就是過熱。而浮顯是把 C1 打造成真正的雙向主通道 ，C2 再做成可升級的副通道，邏輯比別人多，保護比別人全，調度比別人快。你花同樣的錢買到的不是規格，而是系統能力。簡單說就是看起來貴，但是從工程結構看，它反而是性價比極高的那種。最後就是整機的成本，很多1+1等於1的產品，本質上就是一個適配器加一套充電寶電路，電源的路徑是直線型的，簡單、便宜、可複製。但浮顯的思路是，適配器是一塊系統，電池它又是一塊系統，浮顯模式融合在一起，它又是一塊系統。它們之間靠多段 PMOS 高邊理想開關、保護鏈路、控制回路去談合作。這麼多的 MOS， 這麼多的固態電容，雙 MCU 多點採樣，這絕不是省成本的做法，而是偏向工程完備度的設計。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它的浮顯模式能真正的做到1+1等於2，而不是市面上那種簡單的多合一充電寶。總結一句話，它不便宜，但它貴在明明白白的地方；它不簡單，但它複雜的有意義。它不是把2個功能塞在一起叫2合一的產品，而是把2個電源系統融合在一起叫浮顯的產品。這就是它和競品的真正差距。測完拆完，這台庫萊克10號超級電能蟲浮顯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一句話：它不是把2個東西做在一起，而是把一個系統做完整。從咱們前面測試來看，它的表現非常的統一，快充穩，不掉壓，雙口邏輯清晰，浮顯模式爆發力更不像傳統的充電寶。這只是在適配器、電池、升降壓和調度系統的真正融合以後才會出現的那種從頭到尾都很穩的感覺。無論你是插牆、拔掉、切換、滿載、PPS， 它都不會給你耍脾氣。這期拆解篇之後，我們發現它穩的原因也很直接，結構複雜，但每個模塊都在幹它該幹的事情。適配器部分規矩，電池保護部分完整。C1 口是一套真正的雙向電源系統，能進能出，能合流。C2 口雖然是副路，但後台也給了它完整的安全守門陣列，所以你看到的穩不是巧合，是一整套設計邏輯在拖着。當然，這種工程打法不是沒有代價，它的電路複雜度比同類產品要高很多，成本高，售價也相對要高一些。所以購買建議我給的很明確，如果你只是偶爾出門給手機補電，100元內的產品就夠了。如果你經常出差，設備多，場景複雜，對穩定性要求高，或者是你喜歡那種電路架構工程做滿的東西，那麼這台浮顯是現在這條賽道裡面最值得買，也最值得研究的一台。一句話總結，它不是便宜的產品，它是值的產品，複雜、完整、可靠。這就是庫萊克這台10號超級電能蟲浮顯的最終答案。測試為了了解，拆是為真相，認真測拆，客觀輸出。我是離火之災，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